去了 NARS 热搜是肖战，没去宝狮龙热搜还是肖战。这就是顶流最真实的处境，你在场是焦点，你不在场依然是焦点。3月20日，肖战出席 NARS 新品发布会，8分钟出场，现场大量无滤镜直拍流出，状态依旧稳定、清爽、干净，没有死角。说一句不夸张的话，在 AI 演员逐渐崛起的当下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内娱最后的真人顶流了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前一天，肖战因为没有出席另一代演宝狮龙活动，被迅速打包成了一套完整的软封杀叙事，什么资质审核不过，人都到了进不去，不能直播被限制，各种说法迅速铺满评论区，黑粉狂欢，仿佛一夜之间世界只剩今天。结果不到24小时，肖战公开亮相上海 NARS 活动，同一个人，同一座城市，一边是被封，一边是顶级排场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种被封杀叙事总是反复出现在像肖战这样的当红明星身上？其实这和内娱审核政策下的信息留白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内娱，只要你足够红，就会进入一个特殊区间，你不再只是艺人，而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人群。什么意思？粉丝体量巨大，线下聚集能力极强，一旦失控，直接影响公共安全。前几年微博之夜因为粉丝大规模应援被取消红毯环节，还有很多当红艺人参加活动或开演唱会时，粉丝打架闹事比比皆是。所以你参加的内地每一场明星活动，本质上都要过安保审批。而这次 NARS 活动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有网友留言，入场实名加人脸识别，防伪手环加扫码验证，现场发咖提醒粉丝别买黄牛票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品牌活动，这是接近半封闭安保级别。虽然这些年肖战很少参加活动，也没有演唱会，他的小飞侠在现实场合也明显比很多明星的粉丝都要内敛低调。但谁让他是顶流呢？在不追星的大众以及审批部门的眼里，肖战就是明星这类人群的代表。所以虽然很多粉丝不承认，但是毋庸置疑，但凡他参加活动，绝对会被安保审批部门重点关注。最关键的是，各种活动的流程、安排和策略本来就不会被完整公开，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空间，信息空白。一旦有了空白，就等于给了所有人讲故事的机会。谁声音大，谁就先定义这件事。所以这次真正发生的不是信息传播，而是一次叙事抢夺。同样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，理性一点是品牌安排、行程调整、合作策略，但在对立情绪里，它就会被迅速替换成另一种更有冲击力的版本。审核不过，被限制，风向变了。两种说法的信息量差不多，但情绪价值完全不同，而后者恰恰是最容易传播的。因为它成本低，不需要证据，也不需要自洽，只要听起来合理就可以成立。再加上一个前提，顶流的任何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，于是一个普通的没出席就可以被讲成一场趋势性的变化。这其实已经不是个体事件，而是内娱长期存在的一种机制。顶流之间的竞争，表面看是资源，实际上更深一层是话语权。谁能定义对方的状态，谁就能在舆论上占据先手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位时，真正影响他的往往不是一场活动，而是外界如何解读他的每一个动作。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典型的闭环叙事，他出现是资源好，他缺席是出问题，他沉默是默认，他回应是心虚。所有路径都可以被解释成负面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被反复使用的叙事模板。为什么这种说法总能引发狂欢？因为它带来的收益非常直接，可以制造一种他不行了的错觉，可以影响路人的第一印象，也可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提前削弱对方的稳定感。哪怕只是一场活动的不参加，也要被放大成一种信号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叙事往往不需要长期成立，它只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传播，就已经达到了目的。至于第二天发生了什么，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现实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所以回头看这件事，重点从来不在于肖战为什么没去宝狮龙，而在于为什么总有人急着把缺席讲成出事。但当你跳开粉圈思维，站在内娱视角，现在的情况其实是，普通艺人比拼的是有没有资源，而顶流比拼的是能不能选择不出现。
所以我看到的不是缺席，而是一个顶流在这一套系统里依然保持选择权，